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？只是他看起来年纪太小，柳柳也一直拿这个当挡箭牌。不过据我观察，这个王红啊，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。珊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要去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珠宝店本来就有风险，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，遇到坏人，你们两个怎么办？这次只是意外，我们店有保全系统的，你放心吧。如果遇到歹徒呢，大不了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，总之不会起争执的。你们两个是女孩，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钱呢？风腾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？不会发生这种事儿。你太没有安全意识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那1000万不需要还了，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，你不用去了。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珠宝店不能因为尤成浩这个意外，就不继续下去了呀。珠宝店是因为1000万而开的，你听到我说了吗？你不需要去了。风腾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但是珠宝旗舰店不光只是为了赚钱，它还承载着柳柳的梦想。柳柳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，我不能因为尤成浩乱来，我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我不需要你还那1000万，你还是要经营珠宝店。风腾的脸色这么臭，我能跟他说实话吗？那个，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。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。你可以想，但这是我的决定。傅先生，早餐已准备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？那个，昨天已经让王红和柳柳休息了，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，那店怎么办啊？风腾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柳柳一个人孤军奋战。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，但是不要有店面，免得惹人耳目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，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是想想，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都要面对这些危险，那要像你们风腾几百亿的集团，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火里去的这样走来的吧？虽然你很强大，我只是一介弱女子，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我都挺不过去的话，那我将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？遇到尤成浩这样的意外，我就躲起来。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，还是从精神层面，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，对不对？薛珊珊啊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。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，这些连吹带捧的话哄你呢。虽然脸色不好，但是风腾也没有强硬的阻止我去店里，应该算是过关了吧？哈哈。
大哥，今天珠宝店不营业，你们不用这样吧？啊？风先生交代，珠宝店24小时必须有保安人员。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说连我都有贴身保镖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？你坚持要继续上班，我只能这么做。那你说珠宝店门口一下站2个保镖，这样会不会太吓人了？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？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，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。薛珊珊，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。你说犯错的人是尤成浩，为什么我得被24小时监督啊？这不是监督，这是保护。封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！这尤成浩都被关押了，说这何必呢？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？以往咱们封家的女人都低调，也就是逛街、聚会、聊天、喝茶，身边都是熟人。可这一次呢，珊珊跟柳柳一起创业，2个女孩子，啊，又是珠宝行业，怎么低调得起来？肯定得多个人保护，不是？哎，珊珊，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。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，我们又担惊受怕的，风月，你要是来替封腾当说客的，就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还那1000万。我也不可能现在就丢下柳柳一个人辛苦经营呀。我知道你有骨气，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？是你的健康，你的安全。上一回你生病住院的时候，我哥人都急疯了啊！这一次那个王红脸上的伤，倒是在你的脸蛋上，我可不气死才怪呢。哎，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。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，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吧。做生意嘛，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。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经常遇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客人。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，我就不做了。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？丽树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你还在这敲边鼓。哦，风月，你放心，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，只是我眼前放不下。我总想着要还那1000万，以后你们就叫我1000万好了。如果保镖能让封腾安心，那好吧，那有保镖就是了。哎，我说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你倔起来，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。风月，品若，丽叔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，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？啊，我是在美国结的婚，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，所以没有邀请你。我都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封腾的女朋友薛珊珊小姐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封腾现在还好吗？哦，很好。哎，品若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？哦，对，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王鑫，我们刚刚采访完。风尚珠宝，是我们的产品。听说丰腾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，看来是真的。这个风尚珠宝呢，
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。哦，难怪。他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前卫，你们有接触过吗？那就要看谢小姐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喽。当然有啦，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，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。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。哦，好的，一定一定。